酸酸辣的，很好吃。每次来我都吃20幾份以上。從柳州回這裡必須吃。這種圍爐煮串式的自助小吃叫牛腸酸，是以牛腸、牛肺等牛內臟為主料，搭配秘制的酸辣湯底和鹹香醬料，形成酸辣甜鹹複合風味的廣西賀州特色小吃。選串不用招呼，就做自取，吃完只需數錢結賬。在賀州大街小巷，牛腸酸隨處可見。要想在這片紅海中站穩腳跟，秘訣全在這一鍋酸辣滾燙的湯底裡。要不要來點？牛紅也很好吃，很嫩的哦。吳凱琪是本地一家老字號牛腸酸店的非遺傳承人，他手裡攥着的正是讓食客們魂牽夢縈的酸湯秘方。這邊不辣，這邊辣的。醬料跟湯底都可以，就是酸酸辣辣的，很開胃。柴火熬湯底是多年未變的老傳統，守好火候更是吳凱琪入門的第一堂必修課。大量老薑末壓制牛腸酸的腥味兒，再加入八角、草果、桂皮等10幾種香料去腥提香，辣椒粉既提辣度又添色澤，但真正成就湯底獨特酸味的，當屬這顆天然發酵的酸梅。湯汁呢，主要是梅子酸，用我們醃製2、3年的青梅放進去熬4、5個小時。我們家祖傳的呀，我爸、我爺爺都是做這個的。平時當小吃吃也可以，但是我們這邊然後做酒席啊也會上這個。和廣式牛雜的鹹香湯底不同，賀州牛腸酸的湯底有酸、辣、鹹、甜4味，一口下去，瞬間喚醒味蕾，開胃又上頭。搭配牛腸酸的蘸料，做法看似簡單，卻需要十足的耐心。蒜粒熱油下鍋，待翻炒至香味濃郁時，加入秘制調料攪勻。它裡面有豆瓣醬啊、蠔油啊、醬油這些多種材料制作的，很重要的這個醬。緩緩倒入清水，加鹽調味兒，最後用澱粉水勾芡，不停攪拌，熬至濃稠，香味兒即刻溢出。工會鎮的旭日向來熱鬧，各式本地小吃沿街鋪開，香氣交織，縈繞街巷。但牛腸酸要等到正午才開門迎客。阿奇的媽媽第一個到店，開鍋煮牛腸酸，準備迎接即將到來的客流。妹啊，再叫來了。哦，好，那再來了我就擺攤了。你的蔥慢點。好。名聲在外，食客迎門。忙不過來時，表哥也來搭把手。我爺爺那時候是一個流動的攤位，走到哪裡賣到哪裡。現在的環境一年比一年好了，有個座位可以坐，不用風吹雨打。父母流傳下來的手藝嘛，不能讓它丟了。我覺得做這一行挺好的。阿奇就是店裡的救火隊員，哪裡缺人就往哪兒補。煮牛雜，過一下水，加點料酒啊、老薑啊。先要把這個牛雜去腥，牛肚呢要把它煮久一點，比較好串啊。脆骨需要煮得更久了，它比較硬一點。牛腸涮一下就可以了。出鍋了。寶妹，牛腸煮熟了。好啊。拎牛腸，拎牛腸晾了，拎牛腸。牛雜煮熟放涼後，就到了分切和串串環節。兩位阿姨從阿奇接手做到現在，10幾年來就近幹活，兼顧帶孫，
還能掙點小錢幫補家用，幹得舒心又踏實。種了10幾年嘍，我們村裡的人個個人回來，都到站那裡拿這些貨回去。你講送茶去送貨了哈。哎呦，還有今日送貨黃油嘅，係啊，去送貨啦。謝謝了吧。忙碌了一天，來不及回家做飯，一家人乾脆在店鋪用自家的牛腸酸打起火鍋。姐妹來了，吃飯了。哇，今天吃火鍋啊！吃飯了，玲玲，吃飯了。酸辣醇厚的湯水做鍋底，放入自家牛雜，再搭配點素菜，一家人的日常在這一餐飯裡慢慢升溫。今天送貨送去哪裡？今天送去岔路口下面去。辛苦了，辛苦了。媽媽辛苦了。哦，真棒。爸爸吃多點。玲玲也吃多點，玲玲吃，保證吃多點哦，保證。這鍋牛腸酸的滋味是從凌晨到深夜的步步較真。阿奇每天下半夜才能收工，全年無休，日復一日守着這鍋滾燙，成了全家人共同的事業與牽掛。用一鍋湯，守一條街，暖一方人。紅糖是老廣心底的暖陽，它是紅燒肉上那一抹誘人的紅亮，是冬日裡那杯溫潤的奶茶，更是中式生活裡最踏實的底色。竟然揸甜喎！甜要買用，一凍凍啲開唔開。咪來出外面沒有啊？但在惠州博羅觀音閣，這份甜，今年卻成了鄭志鵬心裡最大的愁。北回歸線途經的東江三角洲，泥沙沉積，孕育出特有的沙礫地質，也滋養出風味馥郁的甘蔗。鄭志鵬祖上4代人都以種甘蔗為生，72年前本地建了觀音閣糖廠，甘蔗就有了穩定的銷路。但糖廠去年休整，鄭志鵬200多畝甘蔗臨近收穫，糖廠是否開機榨糖，依然是個未知數。這可把他急壞了。喂，嚴叔，看我揸，幾日咁得甜啊靚啊？甜啊，竟然揸啲咩甜啊？你這個比往年的都甜哦，因為咁多，好靚。有冇計劃幾時可以沖？30號正式開機啦，到時你30號鐵茶渣會來，今日會來50噸渣。好嘅，保證完成。對於種植大戶鄭志鵬來說，腳下這200畝蔗田的收成，關乎一家老小的生計。糖廠開機，鄭志鵬的心也穩了。他對自己的甘蔗品質有信心，榨糖的糖蔗個頭小，纖維粗。鄭志鵬種的貴糖42，正是本地黑糖獨特風味的秘密。頭不要見濕，要美要見肉，生不要見葉。收蔗標準嚴苛，機器難達要求，唯有手工採收才能守住製糖的原料品質。亩產15噸左右吧，可以維持家庭正常這些開支，基本沒啥問題。鄭志鵬的家就在蔗田盡頭，從曾祖父開始，鄭家人便再也沒有離開過這片土地。甘蔗於他而言，從不只是經濟作物，它們是長在地裡的日曆。當空氣裡彌漫着甜到發愁的香氣，鄭家人就知道新年要來了。以前我們都住在甘蔗地的，那白天早上跟着家長出門，中午也是在這地裡吃飯。從我爺爺那一代開始的，養活了我們4代了。忙完之後就準備過年了。
这間有着72年歷史的小廠，是珠三角最後的黑糖守望者。原來真嚟啊！係咯，今日嘅機器正常話調試緊了啊。好正常，今日好正常。幫少啲冚咯。好，得上係冚工人加班緊啲咯。好。鄭志全是廠2代，父親曾是這裡的國營廠長。如今接力棒交到他手裡，一幹就是30年。破碎、提脂、過濾、加灰、除泡、熬煮、烘乾，10幾道工序，火候的拿捏全憑經驗，製糖流程諳熟於心。榨甘蔗的機器一旦開機，中途便不能停下，否則再次啟動需連續7天燒火暖爐。所以機器必須24小時不停運轉，直到今年的甘蔗全部榨完。我們到榨機的時候才招那些臨時工，都是本地人，最遠的可能就7到8個公里作為最遠的了。我很喜歡在這裡幹好啊，每年甘蔗我就想來的，做得很開心哦。為了提高產量，設備被一代代員工改進。有一些他買來的時候不是很合理的，我們按照自己的實際情況改造的，都是自己的員工在搞。這個機器也有7、8年了，以前是用鐵的，有點鐵鏽，後來我們全部改了那不鏽鋼的。原來是木板來了以前，因為那個木板呢，它會刮到那個有多少那個木銷，現在改了不鏽鋼，它就沒有那些東西。對對，會有雜質。與普通紅糖相比，黑糖色澤更深，因熬煮時間長，慢火焦化吸出了濃郁的焦香，成了幾十年來不變的老味道。我們這裡隨着種出來甘蔗，今天砍，最遲明年我們就把它榨掉，拿到別的地方去做，也做不出這個風味。我們採到別人的甘蔗來我們這裡做，也做不了我們這個甘蔗的風味。本地的甘蔗在本地的生產，也是本地的工人才可以做出這樣的風味。在糖漿即將凝固之際，將其注入模具定型，最終製成塊狀黑糖，更方便攜帶。這是黑糖吸引年輕人的新嘗試。一塊大概14克左右，就很方便年輕人沖泡。每年開機過半，一場專屬的儀式便會如期而至。糖廠會擺上地道的家宴，宴請那些在蔗田裡耕耘的農人。黑糖燜肉是宴席的重頭戲，本地土豬肉肥瘦相間，用自家熬製的頭道黑糖上色提鮮，慢燉至肉質軟爛。黑糖的甜中和了肉的油膩，醬汁裹着肉塊，每一口都鹹香回甘。花生的飽滿香脆與黑糖溫柔相融，這便是本地人留戀的兒時味道。對於客家人而言，甜板從不是尋常糕點，而是重大節日裡必不可少的存在。蒸得軟糯的甜板，把黑糖的焦香甜潤發揮到極致。客家宴席標配的8菜1湯就此齊備。吃飯了，吃飯了，大哥！這張飯桌上沒有山珍海味，只有最樸素的本地食材。用甘蔗熬的湯。黑糖不僅是調料，給肉類上色，給糕點添香。這無聲的默契，見證着相依相惜的歲月情長。紅頭飯盒，你要先點一種蛋咋？我們自己有底氣幫你做出來的吧。希望大家能夠多啲發展，更加感恩。好嘅，好嘅，好嘅。
市井食肆的江湖裡，真正的高下之分，往往藏在那勺秘制的調料中。這一味便是看不見的勝負手，能讓一家小店與旁人拉開難以逾越的差距。雙田的菜肴在我們的潮州菜裡邊，它也佔有一席之地。糖醋魚啊，其實我們不是用白開水、白糖和白醋來調這個味道的，我們必須要先熬製。翁勇是土生土長的潮州人，畢業後便留校執教潮州菜烹飪。一晃34年，他從未停下鑽研技藝的腳步，更將一身掌勺功夫傾囊相授。給它拍均勻，充分的拍勻，拍好以後呢，多餘的粉呢給它抖掉，炸到它像菊花的形狀，能夠散得開。白醋呢是放到最後下。雙甜口呢，我們其實有幾個最：夠甜、夠酸、夠鹹。翁勇的灶台從不止於學校，得空時總愛約上同行好友，穿梭街巷，密室交流。市井煙火裡，總有一間食肆，掌勺的是他教出來的學生。最貴啊！同你老師有我貴咩？Nghe mà em chơi chỗ này. Nếu năng địa sản năng ung lại ung khởi nó bỏ vào chỗ lo, chả bỏ miệng xịt quẹt. Cái đặc biệt là lâu bì à, họ cứ cho làm miệng. Cái năng kia là chỗ này đúng nghe. Họ đây là mình chẳng cái mình đi chỗ. Chả cái có khi cho nâng à. Tụi đi nó yêu sáng là chỗ họ cái sao ba, anh chỗ mình nhớ là sao. Bây giờ thì một cái trái đơn thì cái lẩu châu chàng, hồi sáng họ. Cái này quê ba. Ủa thì mà anh à. Bây giờ là số yêu脚弄来可嘞，好，再来看，好。说走就走，是一口什麼特別的酸味兒，值得兩人驅車25公里呢？做長寶干叫浙江，浙江會講，浙江話。潮菜的酸韻要靠米醋托底，這傳承數百年的古早味，如今仍在彩塘老廠裡，依靠老工藝慢慢醞釀。取本地優質糯米為基體，加少許地瓜中和酸度，提升甜潤。蒸熟後用清水降溫，護住米粒兒完整不爛。待溫度穩在35攝氏度，按比例拌勻曲粉，最後裝進陶缸裡靜置發酵，醞釀出低度酒糟的溫潤酸香。是牛仔熟燒熬。就提出這個9克豆羹，這便是彩塘米醋的老門道，先釀酒，再釀醋，讓這些老的酵母跟這個新的酒水融合在一起，然後讓它進行醋酸發酵。醋酸發酵的周期就得20條左右。一支啲行之後就是醋酸工啊，咱這個給料。雜物誒，就該炒提出至頂半一個青啊，大概是10個20公分。滿都是老醋配誒，白叫咩來是哦，4道吧。不就得開個酒啊，養魚一隻蛙，要不然包就這樣子玩個咯，就像養小孩一樣，它是一直在變化的。米酒與老醋胚在缸中慢慢交融發酵，悄然完成乙醇到乙酸的轉化，最終釀成的米醋。湯色清亮，柔酸回甘。人伊再叫做生當大鼎，實際就是松香啦。你這個點？是，你這個點味。這樣是水嘅時候，把奶變成。歷史哦。我給準備給了這個炒來個做古野菜。好。在潮菜的調味體系裡，酸味的來源很豐富。入菜的酸梅、酸鹹菜、酸檸檬，調味的梅膏醬、三聖醬、陳醋等，
但米醋自有独特的位置，它不像陈醋那般濃烈。蘸滷水配炸物，米醋能去腥解膩提風味兒。入菜烹飪時又能起到調和增白的作用。從菜堂尋得米醋的翁勇，立刻約上廚界好友和前輩，以潮菜酸甜調和為主題，同台教藝，大廚們的拿手比拼就此開場。一隻紅燒排骨呢，上嚟處理了排骨，佢頭殼會買，等油焗百力咯。翁勇做的是一道瀕臨失傳的潮州傳統菜，潮菜粗菜細做，尋常食材也要變着花樣料理。翁勇巧做家法，於排骨夾層鋪入特制蝦泥，再將里脊肉改花刀，裹住排骨定型。然後落嚟嘅成一件衫。濃稠的淡漿糊為排骨均勻掛漿，高溫復炸，逼出多餘油脂，排骨外酥裡嫩，香得勾人。炸物配酸甜醬，在潮汕是最常見的搭配，起到解膩調色的作用。而這道佛手排骨的風味，全靠酸甜醬點睛。最後加米醋給蘸料校準酸甜分寸，便色香味俱全。到尾最後呢是，咱椰椒菜喺度直落直食，生有嘅酥脆啊，冇能開個碗呢，酥脆嘅包鐵時間比一燈。彭向榮不甘示弱，做了道彩絲龍蝦。只係踩凍點呢，就是那隻龍蝦呢，在食後凍涼凍冰脆，那麼也那一下蓋起有Q湯。這是潮菜與西式冷盤碰撞的巧思。一改傳統生菜龍蝦中火腿、蛋白、龍蝦肉切片嵌入的固定搭配，彭廚在傳承上做減法，先從鋪底的瓜果上破題。就果對啊，就吊果絲、夾蘋果絲，加落個沙拉醬，增加嘅口感嘅層次感。鮮嫩彈牙的龍蝦搭配爽脆清甜的瓜果絲，整道菜瞬間鮮活。熟蛋黃、番茄醬、白糖、米醋、沙拉醬、芝麻醬、檸檬各有作用，一套眼花繚亂的組合拳，調和出獨屬於潮式的酸甜沙拉醬。蘸料酸不衝喉，提味卻不搶龍蝦本鮮，恰好體現潮菜事後調味、鮮為本味的內核。今日翁勇邀來潮菜元老陳小雄師傅，一同還原失傳經典五柳雙烹魚。一條魚前酸甜，尾鹹香，究竟藏着怎樣的獨門技法呢？整條魚改花刀是關鍵，前半段切蜜刀，入鍋炸至外酥裡嫩，後半段用清蒸刀法鎖住魚肉肌理，避免綿爛散碎。酒泥、宣紙、荷葉是雙烹技法的必備材料，借油鍋的熱力逼出水分，再以慢蒸之法讓魚肉細嫩又充分入味。不同於尋常的一魚多吃，五柳雙烹魚的難點在於整魚下鍋，卻要做出前後兩味的效果。同魚兩味，前炸後蒸的巧思，極致考驗廚師對食材的理解和火候的把控。最後分離酸甜醬汁與鹹鮮醬汁，這道失傳的老味才算完成。它沒有任何典籍記載，全靠口口相傳。介好個菜成興起來個食材好營養，你都生定味也是即大部分人至少改變，靠自己才起來呢，可能個氣味就可以開到其他。
現在各組，2路開始。落氣狠的才屬於我吹啊！翁勇與師友對處，請教完畢。一回到課堂，便將所學拆解相傳。而家水調路，作打你拍好啊！今天輪到徒弟們上手烹製糖醋菊花魚。好唄，準備好唄，咩拍好了來炸吧。另當是一路啊，另當是一路條件，上橋本來點，會幫埋冰藥，個腰大嘅了，唔係嘅夠係要啲大會，好了係溫夠，好了。現在升點多的，可能起多的，起這個。卡過咩？會幫忙。各組擺盤擺咗，你全部企平衡。酸中帶鮮，鮮中有甜。有了代代傳承，有了技藝堅守，潮菜的酸才沒有在時光中褪色。年輕的一代既嚴格遵循古法，更在堅守中融入新意。潮菜的酸甜滋味才能在守正與創新的循環中，保持那份打動味蕾、連接古今的鮮活生命力。